这把键盘我只能说有点料，而且有点香啊！没有意外，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最想入手的一把 ROG 键盘。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驴子。ROG 这2年在键盘上可以说是真的有在用心，包括打从一开始 ，ROG 静下来先推出了 RX 光轴以及 NX 机械轴2大系列，尤其是 RX 光轴真的让我印象深刻，深刻到我平常工作用的键盘就是 RX 光轴，在打字上的手感没话说，真的挺不错的。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就是光轴的特性让它无法相容十字轴的键帽。不过 ROG 的 RX 跟 NX 2大轴体也算是为接下来所有的新品奠下了基础。而今天 ROG 又带来一把我自己觉得算是到目前为止在 FPS Gaming 跟打字间均衡的键盘，说不定会撼动到部分的80% TKL 玩家，并且轴体表现亮眼，设计也足够周全，算是深得我心的一把键盘。也就是 ROG 前阵子推出的 StrixScope 系列新品 StrixScope 2 96 Wireless， 并且采用了 ROG 全新登场的 ROG NX Snow 雪轴，手感有料也算惊喜，并且也用上了初登场表现就很不错的 Spinova 无线连接技术。但真正的重点其实是这把键盘首发了 ROG Omni 接收器，也就是只要一个接收器就可以同时连接相容的无线键盘和滑鼠，并且在2个装置同时连接的状况下，延迟也还可以控制在 1.5 毫秒以内。对于日常来说是非常够用的水准。反正废话不多说，究竟这把 ROG 键盘新品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我听到了，我知道产品的名称真的有点长，我们照惯例来拆解一下。产品的全名叫做 ROG StrixScope 2 96 Wireless。ROG StrixScope 2到这边应该没有问题，就是 StrixScope 系列的第2代。Wireless 就是无线，应该也没有问题。这把键盘支援3模连接，也就是第一，支援有线 Type-C 连接，开孔很浅，基本上不挑线，给个好评。第二，支援蓝牙连接，给了3组蓝牙的设定空间。按住键盘 Function， 接着选择蓝牙123，对应的是数字键890的位置，就可以切换连接的装置。进入设定的时候，右上角的 ROG 按键也会闪蓝灯提示。数字键旁边这里也直接有蓝牙123的指示灯，非常直觉，不用盲操作。第三，这把键盘也拥有 2.4 GHz 的接收器，采用的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 ROG Spinova 连接技术，在 StrixScope 2 96 Wireless 上的延迟可以达到1毫秒，重点是能耗表现一样很强，在关闭 RGB 之下，根据 ROG 的数据可以达到1500小时以上的续航表现。不过测试时间不够长啊，没机会体验到2个月续航的威力。不过在 RGB 之下就比较正常了，最长的续航是90个小时，大概是1个礼拜以上一充的电力表现。不过相当起续航，我觉得真正的亮点是这次用上的是键盘首发的 ROG Omni 接收器，也就是只要一个接收器就可以同时连接支援 ROG Omni 的无线键盘和无线滑鼠。使用的方式也很简单，插上 Omni 接收器后，进入 Armoury Crate 先更新 Omni Receiver 和键盘的套件，接着重开机就可以找到 Omni Receiver 的界面。然后我们这边也拿出支援 Omni 接收器的滑鼠 HarpXM Lab Edition， 跟着指示按住配对按钮3秒钟，你看这样就成功连接了。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只差一个接收器，但是键盘跟滑鼠都可以用了。这个设计是蛮好的，对于孔位比较局限或是想要保持桌面干净，现在只要拉一条接收器延长线就 OK 了。但前提也是要后续更多 ROG 键鼠支援，生态才会整个上来。话说 HarpX 也太直滑了吧，抓握感不错，第一次玩到这支。对了，说到接收器，这次在盒装内也随附了编织包裹的接收器延长线，有夹具设计的接收器插槽，一个拔键轴的工具。没错，这次这把 StrixScope 2 96 Wireless 也支援了轴体热插拔的设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更换轴体，换几个新的轴来点新鲜感也没问题。当然，如果你要大量更换，我还是建议断电换轴比较安心啦。另外还随附了一个 ROG 点阵设计的空白键，键帽的高度会比原本的再高上一点，依照你的使用习惯和喜好选择就可以了。并且在空白键两侧也都有稳定设计，也就是两侧这2只黑色夹轴，在更换的时候要记得取下来，跟两侧的十字轴压紧，这样才不会安装上去后一高一低。并且这2只稳定轴也都有预润过了，所以底部会有点油油的是正常的哦，不要心一狠就把它擦干净，也不要一直插拔增加预润损耗。最后就来聊聊为什么名称上会有这个96呢？原因很简单，从刚才看到现在，不少朋友应该都有发现这把键盘的布局有点特别啊，这也就是经过 ROG 巧手重新布局的96%，
对比100%整整短了一大截，也就是将100%方向键一整区缩掉了节奏。其他的 Page 上下、Delete、Home、End 等等，则整合到了数字键和顶部区域。Print Screen 截图键在 P 键 ，F2 也直接做了截图快捷键。不过少了这整块，我自己是还好，常用的早就整合在了滑鼠的快捷键上，其他的就看大家的使用习惯啦。而这个96%的布局，最大的好处就是在非常接近80% TKL 的长度之下，还能把数字键保留下来。对于需要数字键的 FPS 玩家来说，的确是一个挺香的选择。或者换句话说，对于时常会卡键盘又需要数字键的玩家来说 ，ROG 的96%就非常实用了。不过在盲打上，刚换了前几天还是会有学习成本，像是方向键略微偏下，数字键的0有做内缩，或是上排的 F11到 F12没有保留间距辅助定位。不过我觉得，如果平常是桌机跟笔电混用的同学，应该很快就能适应了。像是 Delete 放这个位置，我就蛮习惯的。对于96%的键盘，大家怎么看呢？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底下留言讨论啦。外观上我就不浪费时间聊了，反正就是采用悬浮设计的一把键盘，搭配上 ROG 经典的雾面金属上盖，采用大家熟悉的 PVT 二色成型的键帽，触感、抗污、稳定性也都在线。底部有消音垫的设计，大键也都有稳定轴。这边也把轴体拔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底座。这边就可以看到消音吸胶垫的设计。然后在抬起的角度上有3段选择，第一段是键盘本身就有微微的抬起，底部还有2段式的抬起角度可以切换。这次也直接随附了一个触感还算不错的手托，但支撑棉偏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略硬，但好在同样有磁吸定位的设计，省心易用。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大家买键盘最关心的轴体吧。这次的 Strixscope 2 96 Wireless 采用的是 ROG 自家的 NX 机械轴，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次搭配的是 ROG 全新推出的 ROG NX Snow， 也就是雪轴。这是一款线性轴。第一直觉 Snow 白的，是不是想对标 Cherry 银轴啊？不过在体验上，我觉得有蛮大的差异的，思路也不太相同。我这边先整理目前 NX 系列轴体的主要数据对比，让大家参考。可以看到 ROG 这次的 NX 雪轴和 NX 红轴在驱动点上同样是 1.8mm， 不过红轴的总行程是 4.0， 而 Snow 轴则是 3.6mm。初始阻力同样是40公克力，不过总阻力则是设定在更低的53公克力。所以可以看到 3.6 设定在 1.8， 应该是为了在速度和打字体验上取得平衡。甚至我觉得反而 ROG 招手的对象是过往 NX 红轴的用户啊。Snow 有着相近的线性手感，甚至长时间打字舒服的敲击体验，然后再配上令人难以自拔的适中沉稳听感，的确是有吸引到我这个打稿爱用红轴的用户。此外，这次轴体采用的是复合材料的设计，顶部是透明 PC 外壳，利于导光，底部和轴柱都是采用 POM， 键柱则有防尘设计，并且在出厂的时候轴体也都经过预认，整体呈现的手感和听感就是舒适度够，扎实且稳重。并且对比一下，刚好手边没有 NX 红，手边只有 RX 红轴。可以明显感受到 NX Snow 几乎去掉了高频的键音，只留下温暖厚实的低频，搭配上非常舒服的线性手感。这把键盘，我觉得无论你买不买，一定要到现场去摸一摸，享受几分钟的疗愈时光。就算是大键的稳定性，我都觉得也处理得很好了，其他都处理得非常到位。虽然无法透过影片让大家感受到 NX Snow 的触感，但我们依照惯例，以下提供一小段云端试听的服务。反正我就不多说了，这个轴体真的可以算得上佳作，找时间去摸一摸，绝对值得。甚至我可以在这边敲碗，未来所有的键盘系列都可以考虑把 Snow 轴列为常态轴体。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右上角这个多媒体控制区，可以看到分为可以按压的 ROG 按键一区，右边则是可以旋转也可以按下的旋钮一区。旋钮的段落感比较轻，虽然触感没有这么爽，但有利于快速滚动调整。所以左边这颗有着 ROG logo 的按键就是模式选择键，搭配使用的是右侧这边的 LED 指示灯，按下 ROG 按键后就可以调整右侧旋钮的功能。
像是选择调整音量、选择歌曲切换上下手、暂停，或是调整按键亮度，或是你也可以透过 Armoury Crate 客制化设定等等。所以像是我现在选择的是音量模式，推滚轮就可以调高或调低音量，或是静音。而如果切换到多媒体控制模式，就可以切换上下手，或是按一下暂停。同时，这次 Armoury Crate 的功能还是很多，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 ROG 整合了超多快捷键在键盘本身，所以很多操作根本就不用进到 Armoury Crate， 我觉得是更省心的。像是你按住 Function 加这里有个电池的 icon， 就可以直接查看电量。右上角这边总共提供了5组的 Profile， 可以对应到键盘上有没有看到这边有罗马数字的12345，对应的就是5组 Profile。没错，你可以在 Armoury Crate 当中设定好每个 Profile 对应的功能，每颗按键都可以客制化，加上聚集、启动特定程式、设定 App 捷径等等等。那反正 Armoury Crate 就是你想得到的都可以设定。然后设定好每个 Profile 之后，你就可以透过 Function 按键切换5组 Profile， 再也不用进到 Armoury Crate 调整，方便许多，也不用只是要调个设定，结果一天到晚一直更新 Armoury Crate 的套件。然后右上角的滚轮，你也可以客制化按键、聚集、快捷键等等，像是往上滚放大招，整个仪式感点满也没问题。好啦，节目来到了尾声，来说说我对这把 StreetScope 2 96 Wireless 体验下来3个最有印象和2个期望的地方吧。第一，96%的设计可以在 TKL 相近的尺寸下再塞进去数字键，对于需要数字键的 TKL 玩家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第二，你可以看到 ROG 很用心的再把快捷键全部塞进键盘本体，尽可能在键盘上就能完成大部分的调整和操作。搭配上 Armoury Crate 客制化2-3组 Profile， 完全就是打稿游戏切换自如的 TKL 尺寸最佳替换选择。新的排列我自己是蛮快就上手了，对于已经快练就 65% 的大师用户来说 96% 真的可以说是无痛转换。第三，我觉得 Snow 轴绝对是这次最大的亮点，期待 ROG 可以很快的让它在更多的系列上登场，这也是我第一个期望。第二个期望 ，Armoury 的概念其实挺好且方便，也期待可以在更多产品上看到。好啦，以上就是 StreetScope 2 96 Wireless 的体验啦。如果你们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不过我还是推荐有空的话，到现场摸一摸才是真的。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